位于中国浙江省的温州市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在2024年1月，我曾经在温州待了一整天，并且连吃了9道美食。今天就来聊聊关于他们的回忆。这些美食不一定是地道的温州特产，但你一定能在温州吃到，而且我相信总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去温州品尝美食这事儿是今年1月份的事儿了。当时我从天津坐飞机到温州，之后先跑了趟丽水，然后才回了温州去见我那位不愿出境的好朋友默默。来温州嘛，跟我的小伙伴默默一起。来，默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那个呢和有空教育就玩哈。这什么意思？这是大家好，有空来温州玩呀。是这样。去温州前夕的第一餐当然是飞机餐了，花样感觉还不少。不过目前还没降落温州，所以眼前吃的东西并不包含在温州的9道美食范畴之内。飞机餐还给了一袋贵州油辣椒，如果贵州朋友南希在就好了，他专门吃辣，也不至于浪费它了。见到温州朋友默默之后，他给我带了一大袋的零食，然后我开了一袋温州猪油渣开胃。所谓猪油渣，其实就是炼制猪油的副产品。炼猪油我们大家都清楚，也就是先把生猪肉切成小块，然后放到锅里煎熬，让猪油慢慢渗出来。等猪油全被炼出来之后，剩余的就是猪油渣，这个在青岛叫做纸渣，在贵州升级后叫脆哨，而在温州用的则是最朴实的名字，它只被叫做猪油渣。而我眼前吃的这一袋明显就是把这种猪油渣经过压制加工后的产物，所以嚼的时候需要有点耐心。喜欢油炸食品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尝尝这款小零食。然后我们出发去尝尝温州当地的小吃灯盏糕，因其外形金黄浑圆，形似灯盏而得名。这是用米浆做皮，萝卜做馅料，然后用油炸熟做成的小吃。当然了，在历经多年的发展之后，它的馅料已经不止萝卜这一种了。不过我吃的这个仍然是原版的萝卜馅料，这个吃起来很爽口。虽然外皮是油炸的，但中间有萝卜在，它腻也腻不到哪儿去。这种清爽的感觉，就像是在盛夏爬泰山，中途又热又渴，然后喝到一抔清凉的山泉水一样。如果是喜欢吃蔬菜，尤其是喜欢吃萝卜的人，应该也会喜欢这种原始风味的灯盏糕。下一道小吃是枣豆糕，这个很难说是哪里的特产，但如果你来温州，就一定能吃到它。其外形是元宝形，有招财进宝之意。默默给我准备的这一块是加了核桃的，口感比普通的更加丰富，有一种楼上盖楼的感觉。这对于坚果爱好者来说就比较爽了。如果吃到下层，就能吃到成型的枣肉，越往后就越有红枣的味道。我一路吃了几样小吃，感觉嘴里有点干，所以默默带我去喝古茗的果茶。这是一个拥有14年历史的老字号，首创于台州的温岭，在温州开的店也不少。如果你来温州，就一定能喝到它。百香果5分糖啊，糖分不能再低，再低酸的没法喝了。这里头好多那个椰果跟珍珠啊。对呀。喝完这一杯之后就快饱了，估计。在外边吃喝了一个白天之后，晚上该吃大餐了。默默选的饭店的名字叫做五马集市大排档，这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此外，饭店的装潢风格也很像上世纪80、90年代的屋子，这个氛围感做得很足，一走进来就像是穿越回了童年时代一般。我们2个人点了这么4个菜，其中一半是海鲜。温州是沿海城市，当然是有海鲜的。不过这次默默终归还是有点破费了。这4道菜里最惊艳的居然是温州炒粉干，这里的粉干是米粉，入口感觉非常干爽，里边点缀了海鲜和蔬菜，口感会比较丰富，而且它吃起来并不是特别咸。我据此推断，这道菜不只可以用来当菜，甚至是可以充当主食的，吃一大盘子顶上几个小时问题不大。桌上的鱿鱼圈很弹牙，口味也是比较清淡的，进口之后只有淡淡的调料味，等这一波调料味散开之后，就是鱿鱼本体的鲜美了。这个味道就像是在海边被吹了一脸咸鲜的海风一般，它会自动扩散开来，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深入每一个角落中。同时螃蟹也是很鲜美的，中国沿海城市的人每年都会吃几次螃蟹，不过吃这东西要稍微费点事，需要剥开几层的壳才能挖到深处角落中的肉。吃到螃蟹肉的快感就像是圆桌武士历尽艰难险阻才寻找到圣杯的感觉一样。最后一道菜是茄子煲，和茄子相关的多数中国菜大都会放很多的油，少数例外。眼前的茄子煲就属于是多数的范畴之内，因为油水比较大，所以它的味道比较
较厚重，最好是配着米饭一起吃，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它的油腻。吃完晚饭后，我们俩一起去逛街，途中发现了一个戏台，这个戏台下支出的华拱是象鼻昂的形状，屋顶上的装饰则脱胎于南方建筑常用的彩陶。等等，我们的主题是温州的美食，所以建筑不多说，还是继续说美食。晚上临走的时候，默默买了份杏仁脯给我带着，这个杏仁脯喝起来感觉凉凉的，里边的果料很丰富，这个喝起来感觉很像是当初喝过的清补凉，但杏仁脯的主料是用杏仁做的，所以拥有独特的坚果香味，这是来自果园深处的独特香气，哪怕是置身于遥远的城市中，也能品尝到这多变的美味。以上便是我年初在温州的那一天里所吃的9道温州美食，它们不一定是温州特产，但你到了温州就一定能吃到它们。其实仍然有点小遗憾，那就是我这次完全没做攻略，全程无脑跟着朋友一起，所以本期节目就做得不那么深。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会设法在独城的旅途中进一步深挖街头巷尾的美食，找到那些网红景区背后的宝藏，各位敬请期待。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订阅加小铃铛，和徐工一起独城，一起旅行。